就是人们那些活着写在泥巴里的。我们能杀了他们，我们的家能活。文艺星火，时代同行。环球时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第一感受就是，其实是有一点不敢相信的感觉。然后第二个感受是有一点紧张，因为我知道蓝老师笔下的故事跟人物，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有挑战的。然后在看完剧本以后呢，这种紧张感持续了下来。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对我的信任呗。其实压力挺大的，因为我说实话，作为小莫，他叫德贤嘛，然后这个电影叫德贤景致。其实很多时候小莫的篇幅很重，所以其实我在前期我也很紧张，然后我甚至会有一点失眠。我会想说我要怎么去让大家理解，然后让大家能够喜欢，甚至是认可。但是其实拍摄到后期的时候，我没有再想这些了。我觉得我们每天好像就是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像是有一个屏障一样，进去了之后，你外界所有的声音全部隔绝。我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在现场我不会看手机，我就坐在那儿，然后我就看看周围，看看这些山，看看这些房子，看看这些工作人员、演员，就是很神奇，那个心境一下就不一样了。首先导演我认为他非常非常的厉害，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以及有效率、有想法，然后给演员安全感。他对于很多场戏他非常的准确，他会直接把演员们拉到现场，然后我们先开始每个人开始围读，然后导演会提出他的一些想法，然后跟他要的这场戏他要传递的几个点，然后他也会跟演员说得很清楚，就是当下你作为小莫，你作为夏成，然后你作为萧衍或者老太爷，你们在当下的这一场你们要做什么，你们想要做什么，然后前面你们发生了什么，后面你们发生了什么。他会就像一个穿针引线的一个手艺人一样，他把所有的角色在这一场戏里面全部串进来，他不会让任何一个角色脱轨。这是我就是很经历过的一些很实在的一些分享跟感受。我不知道大家的看完之后的感受啊，其实我在当初最开始看到德贤的时候，我是很惊喜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物不算是常规上的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前期一心只想为自己小家去奋斗去守护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物，然后到后期转变为他要守护整个大家，从小家过渡到了一个大家的这样一个成长跟转变。为德贤这个人物最多的小传也好，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构思也好，更多的是想要去追溯我们故事之前他的那一段经历，包括他在南京的那一段经历。那怎么就变成了最后就只剩下小莫跟太爷两个人。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去寻找这个人物前期经历的一些事情，导致他为什么变得有一些大家所谓的神经质，或者是有一些颠三倒四，甚至是有一些跳跃式的一些思维。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问我说，你在这个片子里面的一些表情、一些反应，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设计的？我现在回想，其实我一点都想不起来，可能就是一些很真实的一些临场反应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你让我再来10遍，可能这10遍都不太一样。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我之前提到的，他之前经历了什么。我认为小莫在当时在影片一开始在船上的时候，已经处在一个逃亡的一个阶段。当下的小莫他其实是有一点麻木了，甚至是我说的比较自私一点，他只是想让我跟我的太爷我们能活下来就行了。你说他有反抗过吗？我认为他肯定有反抗过，在南京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他有反抗，然后他也有不甘，他有痛心，也有悲伤。但是在逃亡的那个路上，在前往重庆的那一艘船上，他剩下的就是麻木，那就是这样子吧，只要我跟我的太爷还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家就还没有散，所以就这样子吧。所以他才会一个变化跟一个成长嘛。
然后到了最后，他的一个觉醒也好，他的一个绝地反击也好，他才会说出，哎，就不这样子，凭什么要这样子？对，所以我认为这个人物他其实也是有一个成长的感受，更多的感受，我觉得是一种责任。一开始让我去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会觉得说啊，那我要怎么跟小孩相处啊？我要怎么跟我的妻子相处？我要怎么去守护这个家？但是当我真的开始拍的时候，我认为有一种无形的一种能量，这个能量就是肩上的这种责任，它很重，它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就担起一个父亲该有的一种担当，而且会让你在很多危机来临的时候，很多困难出现的时候，你会本能反应的做出一些举动。最开始在拍摄的时候，我认为德贤景致就是属于德贤的严谨的制造，但是当我看完影片的时候，我坐在电影院里面，我看到我们拍摄过的那些片段已经剪辑好，配上音乐，然后放到了荧幕上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了新的感受。我认为德贤其实是千千万万百姓们的一种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景致呢，我认为也代表着这些千千万万的百姓们，他们在面对困难，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跟绝境里面，他们生出的那种韧劲儿。是，我不知道大家，反正我包括我的家庭，我认为很多时候有那种未雨绸缪的那种担忧，好像大家都会提前先想好一个面对困难的一个措施。对，我觉得德贤恰好他也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在歌止镇的时候已经过了3年很安稳的生活，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外面的环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危难当中，所以他也会听广播，然后他也会去做很多把自己的工具变成一个可以随时抵御外敌的武器。我记得蓝老师说那一幕让他泪目了。对，其实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有一点穿越。其实对于演员在当下的那个，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当下处在的那个环境，但是我的眼睛看到很直观的东西，它是非常繁华，然后很现代化的一个社会，文明社会。所以我当下那个心情其实很复杂。拍完之后，让我最深的感触就是真的不容易。这些看起来我们现在人所经历的很平常的这些日子生活跟社会，其实对于像小莫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那一场，就是我在山顶的呐喊，然后还有我觉得太多了吧，跟大河源就是拉旗杆的那一场，我拍完之后，我很久整个人都是有一点恍惚的，我还沉浸在刚刚的那一个桥段里面，就是小莫他如果在第一次他就拉成功了，甚至说是大河源他直接没有停，他就拉上去了，那这个故事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又会怎么样？然后包括在后面最后跟萧衍，然后在那个废墟里面说的那些话。5号在宜昌，对，发布会的前1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我看完，我觉得是复杂。我在看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再去想说这个演的怎么样，或者我在演这个的时候当时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之前看自己演的一些戏的时候，我会想，哎呀，这场好像有一点那啥，哎呀，要是那个时候能这么演。看德贤的时候我已经全部忘了这个事情了。我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有几度就是我也会泪目，然后我也会放声大笑，所以很神奇。你说我听的时候还是我唱的时候？唱的时候肯定有，因为它全是我们那个戏里面的台词，对，所以就每一句台词其实我都能对应一个画面，因为我对那个台词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也有刷到很多一些观众他们自己的解读，我认为真的非常好，然后也感谢这些观众，真的是能看得出来他们是很喜欢，然后很爱这个电影，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其中的一个演员来说，我很感谢，然后也非常的知足。那个让我觉得很感动的那一位观众，我记得他也是一位父亲，然后他是跟他的小孩还有妻子一起来观影。他其实说的那些内容，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模糊了，但是我唯一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很感动，是我们现代的这一群人，然后拍了当时的那个故事，那个是刚刚放完，直接跟观众有一个反馈，所以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以现在小莫尔，以一个父亲，以那个年代的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然后跟当下的这一位父亲、丈夫，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个无形的桥梁，将我们拉近了，然后沟通起来。而且，我认为他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找到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动也好，感慨也好，我就觉得那我们就完成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作品，它就做到了我们当时想要去给大家传递的一些价值。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的舒适区在哪儿。我说实话，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去分一个舒适区跟走出去走到哪儿。所有的点都是在于说这个角色跟作品、跟剧本、跟团队，它能打动我，然后让我觉得我想要去做，我一定要去做，我能做好，就是这样。我认为反正我在拍戏和工作的过程当中，想法很简单，我就觉得那就尽我所能去做好就好了。我做不到那是我能力的问题，但是我想不想去做好，这是我态度的问题。总结，哎呀，我觉得我很怕这种年末总结跟年初的一个期许啊，我觉得我就用一个词吧，我觉得是未完待续。我觉得就是感谢，感谢，真的这一路走过来，其他说什么我觉得都抵不过这一句感谢。